这样子就很漂亮的一盘烤肉出来。哦，你看，它肉很嫩，甜味肉，相当的漂亮。比较事先下酱汁，为什么呢？加产菜。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有骨气厨房，我是300哈。那今天的主题呢，想必大家看到了这些招牌之后呢，就已经心中有所数了吧？没错，我们今天就来吃肉。那一讲到吃肉，大家麻烦你肯定就飘过各种的肉了，换成就开始追着牛会开始啃它的屁股了。没错，那今天呢，还是继续啃牛的肩膀的部分。为什么呢？我们如何在一条肉上呢，体验到细嫩的口感，又能体验到多种的不同风味呢？这条牡蛎肉呢，一直以来就是我心目中最适合吃的这款肉了。如何呢？选一条价廉又物美的肉，而且呢，在这条肉上面呢，你就可以体验到呢多种不同的风味呢。我觉得牡蛎肉这个部位呢，再适合不过了。只要是古式过后的牡蛎肉，或者还不用达到和牛很高等级的牡蛎肉，它已经具备了一只牛身上呢很稚嫩的那种肉，而且呢，在牡蛎肉身上呢，它呢又有会让你体验不同的风味。每一条牡蛎肉偏头的部分，只要是古式的肉，它的油花都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拿到一整条牡蛎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下上一刀。那牡蛎肉的肉头的部分，就是最合适呢，待会拿来切片做烧肉的。漂亮。中间的部分我们看到，虽然它中间带了一条小筋，但是你不用怕它，这小筋在加热过后，它并不会让你很硬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中间的部分适合取来当牛排。我们准备呢，把这3个部分来演示成3款不同的料理，展示给大家。OK， 现在呢，我们准备呢来搞我们的烤肉的部分哈。要切肉呢，肯定会选到刀子嘛，又搞了一排刀，有没有？下面这2根呢是牛刀啊，上面这2根呢叫金银啊，这根其实也是磨成金银的样子哈。这是剔骨刀，比较长一点的剔骨刀。这个原来也是一个牛刀，但是因为它磨损的很厉害之后呢，原来的刀的主人就直接把它改成了这个刀型。啊，到时候剔骨很好用啊。这个是我们板件头的位置哈，这板件头就重新被我们丢到了冰箱，就重新冰冻它了一下哦。冻的硬的肉，它是比较好切片的。把板件头呢从中间这样子切呢，看到没有？它就是顺纹的。正常的肉，牛肉肯定是要逆纹切。烤肉的话，肉片的厚度呢，基本上是3毫米到5毫米之间。太厚呢，你就烤不熟；太薄呢，你就没有肉汁的感觉。刀子是这样滑动的不是直下去，刀子是这样子下去给它切的，有没有？这样子就很漂亮的一盘烤肉出来，对吧？家庭烤肉很简单。另外一头这边是方片的那为什么要垫这个纸因为手是热的，牛排容易化冻。我拿手垫一下，代替手指去接触这个牛排。烤成后切的就不一定好熟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后切的牛排带上一点小花刀，不用切太深这是日料烧肉常规的改刀，通常会在改牛仔骨啊、牛舌啊，它们腌制的时候就比较会去改这个。你看，它在烤的时候，它热比较好，容易透进去。所以说，板件的头就是让你体验到翻倍的快乐。明明买100块的肉，还有200块的肉的那么好看。我们现在呢已经切好了我们的板件的前1/3，众所周知前1/3的雪花，你看超级的漂亮，很硬它性价比真的很高，你看。那刚才这是后切的后切的板件呢，用它的油去润一下我们的锅，
虽然说用木炭的烤肉会比较香，但是讲真，木炭在家里头烤的话就不太合适，因为烤肉会烤起来到乌烟瘴气。在家烤肉的话呢，烤盘它只不过是一个加热的工具而已，对不对？你把它烤熟了，只要牛肉好吃，自然就是很棒的一个风味。哇，这边也是，你看这种薄片型的肉呢，就很适合放到这种日式的带烤碗的这种烤炉上面。个人呢就是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就是原肉再去烤，烤完之后熟了之后，你再去调味这些肉。那烤肉什么时候烤肉才要方便？你看到没有？它这一面已经出血水了，看到没有？这时候就证明它开始受热了。这个时候你看烤肉它才需要方便。香味来了，这一块很快。所以呢，3到5毫米的肉片就是最适合吃烤肉的，因为它可以迅速的呢在表面形成焦化层，而且中间还可以含着水，有原味的烤肉。那汁水已经出来了哈。第二面翻面的时候出汁水，证明它已经 OK 了。后切的一样啊，出汁水，这个没有沾任何的酱。这边是后切的嘛，所以要给它刷点酱汁下去，因为它已经基本上快熟了。你不要事先下酱汁，为什么呢？因为酱汁里面会有糖，糖接触了热后很快就焦掉。拉下去，这个后切的肉是太爽。OK， 准备可以出锅了，爆汁。要撒一点点的盐下去，不用多胡椒。老高，很润，很多汁哎，而且它油脂也够啊，很嫩。我觉得来一块加芥末的，其实我觉得原味更好吃，芥末加热有点抢了它的原味。好嫩，有肉味。牡蛎肉的头肯定是这个再来一块身上最嫩的，好嫩，真的嫩哦，你吃完后的。它肉很嫩的，让我想起了腰子，你切的花刀是嫩的，那里面会更久一点。人家只是会扎人呢，它还会顶人。粉红看到没有？但原味比会更好吃，我觉得。香。哦呦，哇，这个大片哦，冒佛，吃啦，吃啦。哦，滴下去，哇，肉汁，脂肪蛋白，不用给我烤太熟，我想尝试一下我的软肋。来，老王，烤肉你千万不能烤过头，烤过头就不好吃了。我加上一点SP，哇，这水润润的。那它待会真的就凉了之后。烤肉汁真的不好吃，老婆直接上满满的肉汁啊，也不用沾什么烤肉汁了，其实它一点盐巴一点芥末就是真的，要不然啊，这个就刚刚好。牡蛎肉，哇，好嫩！我觉得刚才你撒黑胡椒破坏，而且它有那个炭火的那种香味。它有，其实它这个炉也能有炭味，汁水更饱满，太好吃了，直接太赞了。好嫩哦，而且汁水溢出的那种，你知道吗？在家做烤肉很快，我们前后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我们一直强调说要牡蛎头，牡蛎肉这么大块，那1/3的头是永远是最嫩的。正过来了，不要强调了，自己爆一头。满口爆汁，我继续烤。
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整个铁盘的，为什么呢？铁盘相对来说，只要你控制好铁盘的温度，它的油烟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哦。拿整块牡蛎肉最肥的地方来划个锅，直接就，其实这个更方便，我觉得这个更快，不滋水，看到没有？已经可以了。快，冲！趁着冒烟，就是要趁着冒烟。我们要吃这一块，一样吧。差太多了，还是要用三角形的这样子。香味呢？没得炭香，实在话啊，没有炭香，可能火燎掉了。但是我吃这块三角形的更好吃。废话，那是板腱头头最头头的地方，类似于你后头牛的所在。烤网我会有那种炭味，烤网会有炭味，会更舒服一点。试看看，我试看看。盐巴都不用，真不用。要。也是爆汁，我觉得它更还原的汁水。它熟的表面更快，所以里面整个肉的汁水更足。我觉得可以撒一点盐巴，没盐巴它有个坚果味。它是全熟了，它是熟了。口腔里面是全程爆鸡啊。我这个烤的没有那么突出它的那个肉的那个油香味，我觉得。那就是有差别的嘛。但是这个快，但是汁水也是够的，不会像汤姆那样起的火那么大。其实今天晚上我们有类似有半测评类的哦，我们试过了这个烤盘，它效率更高、更快，锁水更强。但是烤盘有个差点就是它真的没炭香味。焦香味。这个东西呢，烤网是放在火苗上面烤的，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烤出来的肉啊，相反会有一个炭香味。换回了这个火烤的，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哦。只是在头有这种一个烤炉啊，肉啊，烤起来是真的是得心应手。当然了，这个烤炉就先广告费了。刚好这烤炉用的有点坏掉了，这个视频的时候自己记起来这台子过来有没有？反正这个不好用，要不然的话下次给你。哦，你看，哦，收根。哦，你看，肉汁很腻。我喜欢加点盐巴，加了盐后它让甜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丝瓜加盐一样。但是你不加盐巴，那吃那个本来的味道很香。真的好吃很多，好吃很多，它有香味。你加盐巴更甜，真心话。烤肉一定要注意铁网，你铁网不是凉凉的，一开火就下肉。首先铁网要有温度，这样肉下去才会呲啦呲啦。你看，这就是烤肉。你现在沾了盐巴试看看，沾盐巴会甜，赶快试一下，你们赶快多吃掉。我再撒点。我不要，我还是吃原味吧。你真的吗？真的，啊，真的有原味了吗？原味更不会腻。我们现在整个3万人团队越吃越淡口，真的可以哦。可以，真的可以。好玩，很有意思。刚刚呢，我们玩完了我们的烤肉，现在准备来改我们的牛排。其实肉哦，我们分切后在家里一定记得要给它裹个保鲜膜，这样子呢，你放冰箱里头，正常放个1-2天是没有关系的。肉的下面你看，尽量像我们一样去垫一张厨房纸，这样会达到吸血水的效果。你看，我现在还是稍微给它擦一下。那牡蛎肉它之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叫做3筋哦，为什么被叫做3筋呢？其实很简单，你看。这边是一条筋膜，中间呢有一条筋膜，底部有一条筋膜，它有3条这种大筋。我们今天准备稍微来个剔筋吧。很多人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就会说，一败刀法又会重现江湖。反正呢，这些修完的肉，难道你会拿去丢掉吗？肯定不会，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肉，对吧？那这样子这一面基本上就修平了。这条线你先不用管它，因为这条筋延伸到这一边。如果你要真的要剔这条筋的话，你这整块这小块都要被削掉哈。相当的多破，就把上面跟下面基本上给它修干净，1指好吧？我们的规矩就是1指厚，对吧？蒸牛排的时候一定要用锯的非常的漂亮，看给大家，相当的漂亮。当然了今天切的这么漂亮的我们的板腱也是在我们印加肉铺呢接下来会上架一个超级口粮价的价格呈现大家，一整条紧肉，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印加肉铺来看一下了那我们的牡蛎肉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分解方法是这么，给它分成平铁牛排。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是跟随中间的这条筋给它分开的。我们会给它改成2块的牛排肉。
我们现在准备来分切一下我们的准备炒黑椒的非常简单的一部分。好的肉，如果用中式的这种炒类制作方式，也是相当的好吃的我们准备给它从中间拦腰切开，这边来切片这边呢来准备来切个牛仔粒。牛肉，还有另外一段呢，来做切片。我来中式炒，肯定要是切片，1毫米到2毫米左右的厚度。依旧给它分切一下，让它分散在这边，一样让它恢复一下室温。那现在准备我们来烤我们的牛排了腌一点点盐吧。黑胡椒就待会可以下。牛排记得要化冻化冻到你看这种时候才可以去煎它，醒肉的时候里面才会熟。注入妈妈打我们的必备条件，吃得到处的油。牛排。感觉锅煎油有点出烟了，有没有？我们一样要改小火，因为火太大的后，整个锅会冒很多的烟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煎牛排，整个家里头乌烟瘴气的原因。我们偷看一下勾灯不让了吗？好，那就翻过去，开大火。这时候这方面不要开大火，为什么呢？滴一下，拿2个夹子给它按它一下，因为它会跳。下入一些蒜末，火不要太大慢慢的去靠，哇香！沙拉味的黑胡椒，这么软，怎么可能熟嘛？你看，因为整块它受热不均匀嘛。这边偏硬，看到没有？就软趴趴，移过来一下不就可以？然后再翻过来，这个是不是也是漂亮的勾灯不到？再来一点沙拉味的胡椒突出性。然后呢，这个差不多了。烤箱里面的盘子是我事先热好的，就可以加入醒肉，锅盖。趁我们现在在醒肉的过程中呢，我们赶紧来炒一下我们的黑椒牛肉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另外的牛排部分呢，我们有请我们不会煎肉的老王，老王来煎个肉，剩下的肉交给你。腌个肉。那我这边准备来炒，我们的洋葱先下去爆香。我们现在锅已经热了加入一块会自己煎的牛排。开始有在出节的。那现在我们下入我们的牛肉粒，下一点点，因为我要试看看牛肉粒的口感跟牛肉片的口感差的情况，所以我会先下牛肉粒，为什么呢？牛肉粒比较不好熟嘛。我们炒至牛肉粒变色了之后呢，加入一点点的牛肉片。可以了吗？可以。放面，好漂亮！来这边，黑胡椒酱，不管是马来西亚产的或者是新加坡产的都不错。他们的黑椒比较重辣，而且会甜口，拿起来就要加点水。他们的黑椒酱非常的稠，太稠，差不多了，下入蒜头，扒拉。来出锅，二手菜加产菜。热菜出来了，我们的牛排还会远吗？吃一下我自己煎的牛排你切的？你自己切的。一口牛排一口饭，这一张，舒服啊！
你看这个汁水还在滴啊。确实有锁住。嗯，太香了。但是我觉得要爽吃还是试一下这个牛肉料。哇哇加泡满，其实黑椒是哇，黑椒是太爽了，黑椒是真的黑椒好嫩啊。对我就跟他会。啊，而且两个不同的口感，这个会有中间会比较轻，老王煎的那个是去了筋，中间的筋的。很多人会以为说那个什么熟度会不一样啊，怎么样？放久潮红，牛肉你切开之后，它会慢慢的两花会变红，这样你不是全熟的。对，这是老王煎的。这黑椒你看看，就前面可以用这样子，对呀，然后我就老王那个北京的这个这个行了，啊，这个上口。好吃吗？黑棒很舒服吗？嗯，真的是厚度这个刚刚好黑椒的，太好吃了而且刚刚好，啊！不要去蒸牛排了，这怎么厚度跟洋葱也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试一下自己家里头刀子够力的话，又有刀工的话，切一点牛肉吧，我觉哇，这个得下饭了。一整条这个可以，太下饭了。一次炒个1斤，可以炒4次。 1斤能炒4次。还是喜欢吃这种眼睛宫廷起来的，啊，那我还是只有我爱你。它挺铁的这个哦，肉的纤维感跟菲力一样滋嫩。那如果你要懒的话，直接切，那么它就是中间有一条小筋，这东西小筋还好，也不影响。最凶残的是这个，太快了。快乐。从切洋葱到炒完这盘菜5分钟，最多5分钟。这一期节目就基本上到这边了哈。那今天我们吃的这条叫做牡蛎肉哈，那这个肉呢，在我们视频里面出现过超多次。哎，帮我 P 个图，宝宝，在手上面，有没有啊？这个牡蛎肉呢，接下来会以一个超级骨折价的形式哈，出现在我们的印加乐部，也就是我们印加乐部今年第一波的牡蛎了哈。我们除了抽奖之外呢，还有特价的牡蛎肉献给大家哦。那么感谢大家观看这期的视频。结尾除了有吃，还有什么？还要什么？还有药，想要。